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我亲手下厨做了6道菜。当最后一盅烟笃鲜的火候到了极致，门锁转动，钟于怀带着一身寒气进了屋。他没有像往常那样换鞋，甚至连领带都未曾松开，只是将公文包沉重地灌在玄关柜上，发出一声闷响。于怀，洗手吃饭吧，今天是我递过去拖鞋的话音还没落地，他便从怀里掏出一份白纸黑字的文件，精准地甩在餐桌中央，压住了那盘还冒着热气的清蒸石斑鱼。书童，我们离婚吧，协议我已经拟好了，你看看。他的声音冷得像深秋的霜，透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疲惫。我愣在原地，指尖还残留着锅饼的余温，眼前的离婚协议书5个字却像细针一样扎进瞳孔。为什么？是因为公司最近的远洋头寸亏损吗？我可以，你可以什么？钟于怀猛地抬头，眼底布满血丝，那是长期焦虑和自负混合后的暴力。你能帮我填补那几千万的缺口，还是能帮我应付那些难缠的供应商？书童，你在这家宅了整整7年，你每天面对的是洗洁精、抹布和超市的打折券，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变成了什么样，更不知道我每天睁开眼要承担多少人的生计。他扯开领口，语气从激昂转为一种令人绝望的轻蔑。这7年，我像养女儿一样养着你，可是现在我累了。钟家不需要一个只会插花做饭的摆设，我需要的是能并肩作战的战友，而不是一个只会伸手要生活费的累赘。我看着他，这个我爱了7年的男人，此刻正用一种审视部量资产的眼神看着我。他不知道，就在这间书房的保险柜里，我那台高频动态加密的笔记本电脑上，账户余额正静静躺着18亿3500万美元。那是我利用婚前积累的原始头寸，通过复杂的对冲模型，在海外市场搏杀7年的战果。只要我点点头，钟家所谓的财务危机，不过是账户里微不足道的一个小数点。于怀，你真的觉得我是累赘？我轻声问，声音平静的，连我自己都感到意外。还没等钟于怀回答，玄关处传来一声苍劲却刻薄的咳嗽。婆婆宁曼青踩着高跟鞋走了进来，她显然是掐准了时间来清场的。于怀说的没错，应书童做人要知足。宁曼青走到桌边，嫌弃地看了一眼那桌菜。这些年，你吃钟家的，住钟家的，连你身上这件真丝睡袍，哪样不是我儿子辛苦挣回来的？如今钟家遭了难，你如果不肯共克时艰，那就请你体面的离开，别等我们把话说明了，最后弄得大家脸上都难看。宁曼青从爱马仕手包里掏出一只计算器，清脆的按了几下。这套房子是钟家的婚前财产，你没份车子登记在公司名下，你也带不走。念在你伺候了宇怀7年的份上，我们额外补偿你50万，但有个前提，你得当面签了这字，并且承诺以后绝不以任何名义纠缠。我看着这对母子，一个急于止损，一个深谋远虑，在他们眼里，我这7年的陪伴和付出，竟然只值这50万。好，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餐桌前坐下。钟于怀似乎没想到我答应的这么快，眼神中闪过一丝错愕，随即被如释重负所取代。但我有个条件。我拿起笔，目光直视着钟于怀。共同财产我可以1分不要，那50万补偿我也可以拒绝，但我名下所有非共同经营的独立账户，无论盈亏，钟家必须签署书面协议，承诺永久放弃追索权。作为交换，
我也放弃对你公司股份的任何要求。宁曼青听了，嘴角露出一抹讥讽的笑。独立账户，你那几个存私房钱的银行卡，殷书桐，你真是小家子气。余淮赶紧答应他，免得他反悔，他那几个钱还不够咱家公司发1个月工资的。钟余淮也冷笑一声，大概觉得我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挽回最后的自尊。行，我答应你，只要你肯签字。那种几万块的小账头，钟家还没沦落到要抢你的地步。他在协议的补充条款上快速签了字，盖上了私章。我接过笔，在签名栏一笔一画地写下殷书桐3个字。笔锋划过纸面，发出沙沙的声音，那是我与这7年卑微生活彻底告别的祭词。既然签了，那就请你今晚就搬走。宁曼青敲了敲桌子，别影响了余淮明天的正事。我站起身，没有看桌上那6道精心准备的菜，甚至没有看钟余淮一眼。我走进卧室，只提了一个装有笔记本电脑和几件换洗衣物的小箱子。出门前，我转过头，对钟余淮说了一句话：余淮，你一直说我不知道外面赚钱多难。其实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不是赚钱，而是看清身边的人。钟余淮不耐烦地摆摆手，示意我赶紧滚。关上门的那一刻，我拿出手提电话，拨通了一个尘封7年的号码，修成是我，帮我处理几件事。第一，撤销孤岛账户，对中式贸易的所有隐形头寸保护。第二，明天早晨9点，我要在私人银行总部看到我的资产重组报告。电话那头的声音带着抑制不住的颤抖：殷总，您终于回来了。走出钟家大门时，深秋的冷雨细密地落在我的肩头。我没有打车，而是拖着那只装载着18亿帝国的行李箱，平静地走在寒凉的街道上。还没走出半里地，手里的电话便疯狂震动起来，屏幕上闪烁着宁曼青3个字。那是我的婆婆，或者说现在应该称呼她为钱婆婆。应书桐，你站住，你给我回来。宁曼青尖锐的嗓音穿透雨幕，带着一种被冒犯的愤怒。我驻足转身，看见宁曼青披着那件昂贵的皮草披肩，踩着高跟鞋，深一脚浅一脚地追了上来。钟余淮跟在他身后，脸色阴沉的能拧出水来。还有事吗？宁女士，我改了口，声音冷淡。宁曼青冲到我面前，二话不说就想去夺我的行李箱。我侧身一闪，他险些一个踉跄栽在水洼里。他气急败坏的指着我的鼻子喊道：殷书桐，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临走时在卧室首饰盒里翻动过，那条红宝石项链是不是被你偷走了？那是钟家的传家宝。我自嘲的笑了。那条项链是钟余淮去年生日时送给我的，当时他说那是对我辛苦操持家务的奖励，而实际上那不过是他在某次拍卖会上随手拍下的次品，市价撑死也就5万块。项链在梳妆台左起第2个抽屉里，压在你的体检报告下面。我平静地看着他，除了我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和那台旧电脑，钟家的一针一线我都没带。谁信你的鬼话？宁曼青变本加厉，伸手扯住我的衣袖。你一个7年没工作的寄生虫，没钱没房，你能这么干脆的签字走人，肯定是在家里藏了什么值钱的东西。余淮，快搜他的箱子，别让他把咱们家的运气给带走了。钟余淮皱着眉头走上前，他似乎觉得这种当街拉扯有些丢人，但更多的是对我净身出户表现出的淡定感到不安。他冷声说：书桐，
如果是你拿了，就还给妈，你现在一无所有。我可以额外再给你5万块现金，让你找个像样的出租屋，没必要做这种自毁前程的事。我看着这个曾经同床共枕7年的男人，心里那点仅存的灰烬也彻底熄灭了。终于怀在你眼里，我应书童就值这5万块的封口费。我推开宁曼青的手，一字一顿地说道，你们觉得我是累赘，觉得我是在消耗钟家，那好，从这一刻起，钟家的每一分钱我都不稀罕。你嘴硬什么？宁曼青冷笑着，从兜里掏出一叠打印出来的账单。这是你过去半年的信用卡流水，每一笔买菜、加油、买衣服的钱，都是余淮在付账。你离了钟家，连明天早上的豆浆都喝不起。我告诉你，刚才那50万的协议，你要是不满意，我现在就去法院起诉你撤销，让你彻底滚得一干二净。妈，别跟他废话了。钟余淮有些烦躁地拉住宁曼青，转头对我露出一种施舍般的怜悯。书童，你现在搬走，我还能保留对你最后一丝尊重。明天早晨9点，民政局门口见，那是你最后的机会。我拉起行李箱，没再回头，身后传来宁曼青得意的叫嚣声，甩掉这个扫把星，余淮你的公司肯定能转运。这种只会花钱不会挣钱的女人，带出去都嫌丢人。我走进转角的一家24小时咖啡店，避开了他们的视线，坐在靠窗的位置。我打开了那台贴满旧贴纸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亮起，幽蓝的光映在我的脸上，代码流飞速滚动，最终定格在一个暗金色的登录界面。账户名孤岛，密码19910307，那是我的生日，也是我从未被钟余淮在意过的细节。随着进度条加载完成，一组惊人的数字跳了出来，总资产18亿4千万美元，折合本币130多亿元。在过去的7年里，我每天早晨5点起床做早饭，利用他们还没醒的间隙，盯着伦敦金的波动。下午他们在午睡，我一边摘菜，一边处理内斯达克的期权空单。钟余淮以为我在发呆，宁曼青以为我在偷懒。事实上，钟家这2年之所以能在数次行业寒冬中幸存，并不是钟余淮的经营能力有多强，而是我利用孤岛账户的尾部对冲，暗中吃掉了他公司那几笔足以致命的对赌协议风险。我是一个顶级的猎手，却在一个破旧的笼子里当了7年的家犬。我拨通了玉修成的电话，殷总，您已经在酒店了吗？玉修成的声音听起来极其干练，还没我在家附近的咖啡店。我看着窗外，钟余淮那辆远去的宾利。修成，帮我做一件事，中式贸易在南美的那批远洋订单，撤掉所有的信用违约掉期保护。另外，通知那几家一直在观望的基金孤岛，正式开启对中式的做空通道。玉修成迟疑了一瞬，随即低声道，明白。如果撤掉保护，以钟余淮目前的杠杆率，一旦市场波动超过 2%， 他的现金流会在3天内枯竭，您确定吗？这7年他口口声声说他承受着巨大的养家压力，既然他觉得供养我是一个沉重的包袱，那我就把这个包袱卸下来，让他真正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压力。我扣上电脑，走出咖啡店，雨停了，空气变得清冷通透。这一夜，钟家母子或许在开香槟庆祝，甩掉了一个累赘，而我在等待黎明。搬出钟家的第一个夜晚，我没有去玉修成为我安排的总统套房，而是随便找了一间临江的快捷酒店。这种落差感让我清醒。在钟家的7年，
我习惯了真丝床品和恒温空调，习惯了在宁曼青指点江山的碎碎念中保持沉默。现在闻着房间里淡淡的消毒水味，我却感到了久违的自由。我再次打开电脑，屏幕上跳动的绿色波段是我最熟悉的语言。殷总，您确定要现在撤掉吗？郁修成的声音从耳机里传来，带着商人的谨慎。中式贸易在南美的那笔大豆订单，杠杆加到了5倍。原本有孤岛账户提供的隐形信用对冲，即便汇率波动，他们也能全身而退。如果您现在撤掉中余淮，明天一睁眼就要面对数千万的追加保证金。我喝了一口冰凉的矿泉水，语气不带一丝波澜。修成他总说他在外面养家压力大，既然他觉得供养我这个寄生虫榨干了他的精力，那我就把原本属于我的保护伞收回来，让他看看没有我在背后精算的这些年，他到底有多少真本事。明白指令已确认，5分钟后中式贸易的对冲合约将自动失效。我合上电脑，躺在狭小的单人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暗影。第二天清晨，我准时出现在民政局门口。终于怀来的比我早，他今天换了一身笔挺的西装，神色间竟然透着一丝意气风发。显然昨晚甩掉我之后，他觉得自己的人生即将迎来新的巅峰。协议带了吗？他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小行李箱，眼神中闪过一丝轻蔑。如果你现在后悔想多要那50万，我可以再考虑一下，但前提是你得去跟我妈认个错。我直接从包里抽出那份已经签好字的协议，递到他面前。终于怀签字吧？他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我如此决绝。他冷哼一声，在办事员面前利落的落笔，应书童离了婚。你在这个城市连个落脚点都没有。钟于怀走出大厅，阳光照在他脸上，他显得那样自负。如果你实在活不下去了，可以给我打个电话，我会看在往日的情分上，给你安排个保洁或者前台的工作。话音未落，他的手提电话突然疯狂地响了起来。他接起电话，原本得意的神色在瞬间变得惨白。你说什么？巴西雷亚尔暴跌，我们的对冲合约呢？为什么会失效？钟于怀的声音在颤抖，他顾不得风度，在大街上对着电话嘶吼。那是3000万美元的头寸，如果不补足保证金，我们要赔掉整个公司的流动资金。他疯狂地翻动着手机，冷汗顺着鬓角流了下来。宁曼青的电话紧接着打了进来，由于音量太大，连站在1米开外的我都听得清清楚楚。于怀怎么回事？银行刚才打电话说要冻结咱们家的那套老宅子抵押贷款。你不是说公司稳如泰山吗？钟于怀张着嘴，却发不出一丝声音。他求救般地看向周围，最后目光落在了我身上。书童，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他像是溺水的人，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你以前帮我看过财报，你帮我想想办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理了理耳边的碎发，对他露出了一个极其标准且陌生的微笑。钟先生，你忘了，我是个只会花钱不懂工作的累赘。我越过他，走向路边停靠的一辆黑色劳斯莱斯。车门打开，郁修成穿着考究的西装走下车，恭敬地对我弯腰行礼。殷总，私人银行的首席执行官已经在等您了。关于那18亿美元的资产重组，需要您亲自签发最后一道指令。钟宇怀呆立在原地，他手里的离婚证啪嗒一声掉在地上。18亿美元，他喃喃自语，脸色从惨白变成了死灰。
我坐进车里，降下车窗，看着这个曾经以为可以主宰我命运的男人。钟于怀，你说赚钱很难，其实对我来说，赚钱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数字游戏，难的是守住一颗真心，可惜你两样都没有守住。黑色的轿车扬长而去，后视镜里，钟于怀正疯狂地拨打着电话，而原本晴朗的天空似乎又开始阴云密布。坐在劳斯莱斯的后排，皮革的冷冽香气包裹着我，车窗外的街景飞速倒退，将钟于怀那狼狈的身影彻底甩进尘埃。英总中式贸易的账户现在已经乱成了一锅粥。玉修成合上手里的平板电脑，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失去了孤岛提供的交叉头寸掩护。终于，怀名下的3家子公司在开盘的1小时内资产减值超过了 30%。 刚才他的财务总监试图联系我们的离岸托管行，想要续签协议。我指尖摩挲着那本暗红色的离婚证，语气如古井无波，告诉托管行，那份协议是基于夫妻共有利益签署的，既然契约的主体已经不存在了，保护伞自然要撤走。钟家习惯了在风平浪静里航行，现在浪来了，他们得自己学会掌舵。车子停在市中心最顶级的私人银行大厦前，我踩着10厘米的高跟鞋走下车，不再是那个系着围裙在菜市场为几块钱讨价还价的钟太太。电梯直达顶层，银行的亚太区执行官早已带着一整支精算师团队等候在侧。殷女士，好久不见，您的18亿3500万美元资产已经按照您的指示完成了从保守型国债到进攻型对冲基金的调仓。执行官递上一份厚厚的资产重组报告，态度卑微到了骨子里。另外，关于您之前提到对中式贸易的信用评级下调，我们已经知会了各大信贷机构。我翻开报告，目光扫过那些密密麻麻的大写汉字，金额。这一刻，我不仅仅是在管理财富，我是在掌握生杀大权。正当我准备签字时，伊曼青的电话像催命符一般再次打了进来。我接起电话，顺手开了免提。殷书彤，你这个扫把星，你到底对于怀的公司做了什么？宁曼青的尖叫声在寂静的办公室内回荡，透着一股气急败坏的绝望。银行的人现在就在家门口，说要查封所有的抵押资产。于怀现在急得心脏病快犯了。你赶紧把那个什么保护协议签回去，做人不能这么丧良心。你吃了钟家7年，现在要看着我们去跳楼吗？我听着这些刺耳的话，心中竟然泛不起一丝涟漪。宁女士，你是不是搞错了逻辑？我冷静地打断她，当初说我是累赘，要把我扫地出门的是你们。钟于怀说他养家压力大，觉得我是负资产，所以我现在把自己这个负资产清盘退出了。至于钟家的死活，那应该去问钟于怀的本事，而不是来问一个被你们净身出户的弃妇。你别忘了，你还没走远。宁曼青语无伦次地咒骂着，于怀要是破产了，你也拿不到那50万补偿金。你现在回来求求我，我还能让于怀给你留一口饭吃。我看着窗外俯瞰众生的江景，轻笑出声。宁女士，那50万留着给钟于怀交下个月的房租吧。还有转告钟于怀，民政局门口他掉的那本离婚证，我帮他踢进下水道了。那是他亲自选择的人生，祝他往后余生压力山大。我挂断电话，在执行官惊愕的目光中，利落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殷总，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做？玉修成问。不急，我收起钢笔，眼神逐渐冰冷。钟家这
些年亏欠我的不只是尊严。当年我嫁给钟于怀时，带入的6000万原始启动资金，被宁曼青以贴补家用的名义转到了他自己的名下。我要让这笔钱连本带利的吐出来。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推开，秘书急匆匆地走进来。殷总，楼下有一位自称是您前夫的先生，非要见您。他看起来状况很糟糕。我冷笑一声。钟于怀的反应比我想象中要快，看来金钱流失的速度已经超过了他自尊心的负荷。让他进来。我坐回主位，那是整间办公室权力最高的象征。我也想看看，没有了家产光环的钟先生，还能不能像昨晚那样，理直气壮地指责我是个累赘。片刻后，钟于怀跌跌撞撞地闯了进来，他头发凌乱，领带歪斜，再也没有了早晨在民政局时的傲慢。当他看到我坐在顶级执行官的主位上，看到周围那群年薪1000万的精算师对他露出鄙夷的神色时，他整个人如遭雷击。书童，这是怎么回事？他的声音在颤抖。这些账户，这些钱都是你的。我交叠起双腿，神色如冰。钟于怀，欢迎来到我的世界。现在我们来谈谈，你那个濒临破产的小公司价值几何？钟于怀站在大理石地砖上，由于走得太急，他的一只皮鞋后跟沾了一块干结的泥点，在灰白色的高级办公区显得格格不入。他看着那些原本只能在财经新闻里见到的顶尖分析师对我毕恭毕敬，整个人如遭雷击。书童，这18亿都是你的。他的喉结艰难地上下滑动，声音嘶哑的像被砂纸打磨过。这不可能，你每天都在家，你连出门买个菜都要跟我报账，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我靠在真皮转椅上，随手翻动着手中的离岸头寸。报告。钟于怀，你觉得我不出门就代表我没有触角吗？我抬起头，目光如炬。这7年，你每天晚上应酬到深夜，回来就跟我抱怨生意难做，抱怨你养家有多辛苦。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那些漏洞百出的投资决策，最后总能奇迹般的屏障？为什么中式贸易在南美的几次汇率危机，都能在最后关头化险为夷？钟于怀倒退了一步，扶住了一旁的会议桌，脸色由惨白转为铁青。那是孤岛账户在替你背书。我将一份打印好的历史对冲记录甩在他面前。我利用婚前那笔独立信托作为杠杆，在全球市场为你构建了一层看不见的防撞墙。每当你自以为是的在酒桌上签下那些高风险协议时，是我在电脑前计算到凌晨3点，用我的钱在对冲你的愚蠢。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他突然暴怒起来，这种愤怒更像是羞耻感被揭穿后的歇斯底里。你看着我像个傻子一样在你面前显摆，看着我每天为了几百万的周转愁得睡不着觉，你很有成就感是不是？殷书童，你太可怕了，你这是在玩弄我的自尊。自尊，我冷笑一声，打断了他的控诉。钟于怀，当你在结婚纪念日甩出离婚协议的时候，当你婆婆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寄生虫的时候，你们考虑过我的自尊吗？我原本打算在昨晚告诉你真相，把这笔财富注入中市，让你彻底摆脱困境。可是你给了我什么？你给了我一份净身出户的契约，还要我感谢你的50万施舍。郁修成在一旁适时地递上一份法律文书，公事公办地开口，先生，根据您昨晚亲手签署的补充协议，您已明确放弃对原配偶名下所有独立账户的追索权。现在
中世贸易因为失去了殷总的信用担保，银行已正式启动收贷程序。目前您的资金缺口大约在3亿5千万左右。3亿5千万，这个数字像一座大山，瞬间压垮了钟于怀最后的脊梁。他的手提电话再次响起，那是倪曼青打来的。他颤抖着接通，还没说话，那边就传来了倪曼青绝望的哭喊声。于怀，那些讨债的把咱家大门都堵住了，他们说如果不还钱，就要去法院起诉咱们诈骗。书童呢？你找到他没有？你跟他说，妈以前是糊涂了，让他念在7年婆媳的情分上，先拿个几千万出来救急啊。钟于怀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祈求，那种祈求里没有爱，只有对权势和金钱的极度渴望。书童，我错了，我不该听我妈的，我是一时糊涂，她竟做事要跪下来。膝盖弯曲的一瞬间，我感到的不是快感，而是深深的厌恶。钟先生请自重。我避开了他的动作，语气恢复了交易员特有的冷静。按照逻辑，既然我们已经离婚，那这就是纯粹的商业行为。如果你想要注资，可以，但中世贸易 60% 的股权要转让给孤岛基金。同时，你必须让你母亲把当年挪用我的6000万原始资金，连本带利归还 60%。钟于怀猛地抬头，那是钟家的根基，你这是要吞并我们，你也可以选择拒绝。我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裙摆，然后看着钟家在3天内彻底崩盘，老宅被拍卖，你和你母亲流落街头。对了，提醒你一句，现在整个金融圈都知道，钟氏失去了庇护，除了我，没人会给你投1分钱。钟于怀瘫坐在椅子上，像是老了10岁。他终于意识到，那个曾经在他面前低眉顺眼的妻子，如今是他唯一的主宰，也是他亲手推开的救命稻草。我回去跟我妈商量。他失魂落魄地往外走。钟于怀我在他身后叫住他，他怀揣着最后一丝希冀，转过头。明天下午3点前，如果我看不到归还资金的转账记录，中世贸易的做空报告就会出现在各大券商的桌面上。我给你的情分只有24小时，别迟到。他跌跌撞撞地走出了办公室，甚至撞到了玻璃门。我转过身，对郁修成说，准备好收购协议。钟家母子视财如命，宁曼青一定会为了保住那点体面，逼钟于怀签字的。我要让他们亲眼看着，他们引以为傲的家族企业是怎么改姓殷的。钟家老宅的客厅里，此时正上演着一场荒诞的困兽之斗。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宁曼青正跌坐在他那张昂贵的紫檀木罗汉床上，手里死死攥着几张房产证，披头散发，哪里还有半点平日里附庸风雅的贵妇模样。钟于怀则像个游魂，颓然地靠在多宝阁旁，脚边是一地烟灰。书童，你终于肯回来了。宁曼青一见到我，竟然连滚带爬地扑过来，试图拽住我的裙角。妈错了，妈姨，钱那是老糊涂，看在咱们婆媳7年的份上，你拉雨怀一把。那 60% 的股份不能给啊，给了钟家就彻底断了根了。我侧身避开他枯瘦的手，目光在这一世古朴却透着腐朽气息的陈设上扫过。这7年，我在这张桌子上摆过无数次热腾腾的饭菜，却从未换来过他们哪怕一次真心的平等相待。宁女士契约精神是商业社会的底线。我找了一张干净的椅子坐下，动作优雅而疏离。当初我带入钟家的6000万，是你亲手通过财务手段挪走的。现在我要你连本带利
归还1亿2千万，这已经是看在往日那一顿顿饭的情分上，给你们打过折了。1亿2千万，你这是要我的命啊！宁曼青尖叫起来，声音沙哑的变了调，那钱早就投进余淮的海外仓了，现在亏的只剩个零头，我拿什么还你？你这18亿的身家，还在乎这区1亿多吗？我冷眼看着他，我在不在乎是我的事，你还本付息是法律的事，钟余淮你应该比你妈更清楚。如果你现在不签字，明天开盘，中石贸易的股价就会跌破净资产，到时候你不仅保不住股份，还得背上数亿的债务，甚至可能因为违规挪用信托资金去坐牢。钟余淮猛地打了个寒战，他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陌生与惊恐。书童，你一定要做得这么绝吗？他凄然一笑，7年夫妻，难道在你眼里，一切都只是计算好的数字？你明明有能力救我们，却非要看着我们身败名裂。钟余淮逻辑倒置，是你们母子的通病。我打断他，语气冰冷。是你先选择用一纸协议终结我们的婚姻，是你先定义我是个没工作的累赘。当你在算计如何让我净身出户时，你怎么不谈夫妻情分？现在我用商业手段回收利息，你反而来跟我谈道德，这不觉得可笑吗？门外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那是银行催收人员和债权人的代表。钟余淮的脸色瞬间由青转紫，他知道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以秒计费了。签吧余淮，我将2份文件摊在桌上，一份是股权转让协议，一份是欠款归还确认书。签了，孤岛基金会立刻注资3亿5千万，保住你的经营权和这套老宅。不签半小时后，这里就会被法院贴上封条。宁曼青还在哀嚎，他一边骂我蛇蝎心肠，一边又催促钟余淮赶紧想办法。这种既想要钱又想保住自尊的贪婪，在这一刻显得尤为滑稽。我牵钟余淮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量，颤抖着手拿起了那支我曾经买给他的万宝龙钢笔，笔尖在纸上划过的声音像是某种祭奠。他每签下一个字，钟家的光环就剥落一层。他签完字，整个人瘫软在地上，自嘲的笑个不停。殷总资金已经划转，股权变更及时生效。郁修成在电话那头沉稳的汇报。我收起协议，站起身准备离去。宁曼青突然从背后冲上来，语气里带着一丝近乎疯狂的卑微。书童，既然你现在是钟氏的大股东了，那你还是我儿媳妇，对不对？咱们复婚，只要复婚，这钱不还是咱们家的吗？余淮他心里还有你的，他那是被公司压力冲昏了头。我转过身看着这个至今仍活在迷梦里的老妇人。宁女士，你还没明白吗？钟氏贸易现在不姓钟了，他姓殷。我俯下身，在他耳边轻声说道，至于复婚，你觉得一个能操控18亿美元市场的操盘手，会回过头去捡一个曾经羞辱过他的垃圾吗？我头也不回地走出了那道沉重的大门。阳光刺眼，我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身后是钟家母子撕心裂肺的争吵声和哭喊声，而我前方是万丈繁华的商业中心。在那里，我的新战场才刚刚拉开帷幕。钟氏贸易的顶层会议室原本属于钟余淮的红木大班椅上，此刻坐着的人是我，殷总。这是钟氏贸易旗下所有子公司的审计出报。郁修成将一份加急文件放在我面前，语气沉稳。正如您预料的那样，钟余淮为了维持他那点可怜的体面，虚构了近2000万美元的海外贸易流水。
如果不是孤岛基金及时介入，他下周就要面临商业欺诈的调查。翻开报告，指尖划过那些触目惊心的赤字。就在这时，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钟于怀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眼下青黑，手里紧紧攥着一个泛黄的牛皮纸袋。他没有了往日的嚣张，甚至连进门时都带着一种近乎讨好的局促。书童不应总，他改了口，声音沙哑，我妈把那笔钱凑齐了，除了变卖了他所有的首饰，还有那套老宅的抵押款，这是1亿2千万的转账凭证，你收好。他将纸袋推到我面前，却迟迟不肯松手，眼神里闪烁着一种近乎绝望的挣扎。钱收到了，你可以走了。我头也不抬，继续批阅手中的报表。书童，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钟于怀突然跨前一步，语气急促。我昨晚翻了咱们以前的照片，7年前咱们刚结婚的时候，在这间办公室里，我发誓要给你最好的生活。是我混蛋，是我被那些虚假的繁荣冲昏了头，我以为离了你，我能飞得更高，可我忘了，是你一直在替我负重前行。钟于怀，你的记忆力似乎有选择性偏差。我放下钢笔，冷冷地看着他。7年前，你确实发过誓，但3天前，你也是在这间办公室里，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个白吃白喝的寄生虫。你现在的悔恨，是因为你依然爱我，还是因为你发现，你亲手弄丢了一座金矿？他的脸瞬间涨成猪肝色，张了张嘴，却吐不出一个辩解的字眼。英书童，你这个没良心的毒妇！宁曼青那尖利的声音再度响起。他不顾保安的拦阻，强行闯入会议室。他现在的样子极其凄惨，原本精致的旗袍皱得像抹布，额头上还带着撞门时的红肿。钱都还给你了，你还不肯放过我们？你非要逼得我们孤儿寡母去睡大街吗？宁曼青冲到桌前，猛地拍向桌面。你现在坐在这个位子上，用的每一分钱，不都是靠着钟家起家的？没有余怀给你打掩护，你那些见不得光的海外账户，能安稳到现在？你这个偷吃家产的贼！我看着宁曼青那张写满贪婪与扭曲的脸，心中最后一丝怜悯也彻底消散。宁女士，看来你还没学会看清现实。我按下了座机的免提键，保安部把这位闹事的女士请出去。另外，法务部将宁曼青女士涉嫌职务侵占和非法挪用信托资产的证据正式提交给警方。宁曼青的叫嚣声戛然而止，她惊恐地看着我。你说什么？你敢告我？那6000万的原始资金是我父母留给我的婚前财产。我站起身，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你通过非法转账据为己有，这是刑事犯罪。原本看在钟于怀签了股权转让的份上，我想给你们留最后一点体面。但你既然觉得我是贼，那咱们就让法官来评评理，到底谁才是真正的窃贼？妈，你别说了。钟于怀发疯似的拉住宁曼青，转头对着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书童，求求你，我妈年纪大了，她受不了牢狱之灾。股份你拿走，钱你也拿走，求你撤诉。我愿意公开道歉，我愿意去电视上承认我是个软饭硬吃的畜生。求你。我看着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钟于怀，再看看瘫坐在地面如死灰的宁曼青。这就是我爱了7年的男人，这就是我隐忍了7年的家庭。他们只有在利益被彻底剥夺，性命被彻底威胁时，才会露出这种低贱的姿态。钟于怀，从你签下离婚协议的那一刻起，殷书彤就已经死了。
我绕过办公桌，走向门口。现在的我是孤岛基金的执行人，商业没有温情，只有盈亏。带上你的母亲，滚出我的视线。保安强行带走了失魂落魄的母子俩，会议室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玉修成走过来，轻声问殷总，真的要送倪曼青进去吗？我看着落地窗外翻滚的云层，语气平静的可怕。不证据，我会一直留着，那是一条拴在他们脖子上的狗链。我要让他们活在破旧的廉租房里，每天睁眼都要担心警察敲门。比起坐牢，这种求而不得，随时崩溃的恐惧才更适合他们。中式贸易的招牌在3周后被正式摘下，取而代之的是简洁冷冽的4个大字：应试资本。我站在落地窗前，俯瞰着这座城市的车水马龙。玉修成敲门进来，递给我一份最终的资产清算报告。殷总终于，怀母子已经搬进了城郊的一处廉租房。倪曼青试图变卖它，最后那几件高仿珠宝被当场识破，受了不少冷眼。终于怀去投了几家外贸公司，但圈子里都知道，他背负着巨额债务和信用污点，没人敢用他。我端起咖啡，轻抿一口。这7年，我曾无数次设想过离开钟家后的生活，却从未想过会是以这种审判者的姿态。那个报警电话你打了吗？我随口问道。按照您的吩咐，那份职务侵占的证据一直悬在倪曼青头上。他现在每天疑神疑鬼，只要门口有脚步声，他就吓得往床底下钻。这种精神层面的摧残，比让他直接进监狱要痛苦100倍。玉修成顿了顿，另外，钟于怀今天早晨在大厦门口等了您5个小时。保安把他赶走后，他在垃圾桶旁捡了一根剩下的烟抽，样子确实挺落魄的。他不是落魄，他是贪婪。我转过身，平静地看着玉修成，他怀念的不是我，而是那个能随手帮他填补数千万窟窿的金矿。如果我今天依然是一贫如洗的弃妇，他甚至连正眼都不会瞧我一下。下午3点，我要去参加一场顶级的金融慈善晚宴。当我穿着定制的黑天鹅礼服出现在会场时，镁光灯闪烁的让我有些睁不开眼。曾经那些只在钟于怀口中听过的大人物，此刻正排着队等着与我交换名片。在宴会厅的角落，我意外地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钟于怀竟然混进来了。他换上了一身廉价的仿牌西装，试图在人群中寻找那些曾经合作过的伙伴，却被一个又一个老熟人冷漠地推开。当他看到我众星捧月般走上领奖台时，他整个人僵在了原地，手里的一杯廉价红酒洒了一地。殷总感谢您为贫困地区教育捐赠的1亿元资金。主持人的声音通过音响传遍全场。1亿元这个数字足够买下5个巅峰时期的中式贸易。于怀不顾一切地冲了过来，却在距离我5米远的地方被2名黑衣保镖死死拦住。他嘶吼着，声音里带着一种近乎癫狂的卑微。书童，你看看我是于怀啊，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哪怕让我回公司当个司机也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周围的宾客纷纷侧目，投来厌恶和鄙夷的目光。我停下脚步，优雅地转过身，隔着那道无法逾越的鸿沟，静静地注视着他。钟先生，我想你搞错了一件事。我语气淡然，声音却清晰地传进每个人的耳朵。这个世界上没有谁离开了谁就不能活。你当初觉得我是累赘，想要追求你所谓的无压力生活，现在你得到了，
这就是你选择的自由。不，那不是自由，那是地狱。他跪倒在厚实的地毯上，痛哭流涕。书童，求求你，看在咱们7年夫妻的份上，7年我给了你2555个日夜，每一天我都给过你真相的机会。是你亲手掐灭了他，我示意保镖放开他，然后从手包里取出1枚硬币，轻轻弹落在他的面前。这是你昨晚掉在路边的尊严，拿好它，以后别再来找我了。英式资本不收留任何没有信用可言的负资产。我头也不回地走向会场深处。入夜，我站在自家的露台上，看着维多利亚港的灯火。宁曼青发来最后一条求饶短信，大意是钟于怀精神崩溃了，问我能不能看在往日的情分，给点救济粮。我没有回复，直接将那个号码拉入了永久黑名单。轻舟已过万重山，我打开那台旧电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18亿4千万美元的实时余额。这笔数字对我而言已经不再仅仅是财富，它是我的盔甲，也是我的自由。生活还在继续，而我的航程才刚刚进入波澜壮阔的海域。完结，感谢你的收听，欢迎订阅、点赞、分享、评论，谢谢。